在电子游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游戏界的经典案例，至今都还被反复提及。如果你是一位玩家，那么这段历史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位商界人士，那么本期视频同样适合你。我要给大家讲述任天堂与索尼如何从并肩合作到合作破裂，如何最终又催生出了改写家用游戏主机市场格局的 PlayStation。 这个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是游戏界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节点。技术、商业和公司博弈共同塑造了家用主机的新市场格局。上世纪80年代末，任天堂正计划为即将推出的次时代主机超级任天堂开发光碟机套件，以此想要引入新一代的 CD-ROM 存储技术。当时索尼的一位年轻工程师久多良木介恰好正在参与超任 SFC 音频芯片的开发工作。他强力主张游戏主机应该全面进入 CD-ROM 时代，由此还积极倡议任天堂采用次时代的光盘介质进行游戏存储。1989年，任天堂与索尼达成战略合作，由索尼牵头，集合两家公司的优秀研发团队，合作开发可以读取 CD 光盘的 SFC 扩展套件 PlayStation。 根据双方的协议内容，索尼不仅负责研发 SFC 的光碟机系统，还拥有发行对应光盘游戏的权利。这样的跨界组合意味着这台 SFC CD 既能运行任天堂的游戏卡带，也能读取索尼未来发行的全新 CD 游戏。看起来新时代的梦幻主机马上就要登场了。任天堂在当时已经凭借 FC、NES 和 Game Boy 占据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家用游戏机市场，而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度达到了惊人的 80%。和索尼的这场跨界联姻，更是有望进一步巩固任天堂在游戏业界的霸主地位，而索尼则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光学和多媒体技术能力，延续并扩大其技术优势，并且还能够通过电子游戏内容借机拓展它在影像、音乐方面的商业帝国版图。然而，巨大的隐患就藏于双方的这份合作协议中。按照规定，索尼将保有未来光盘游戏的发行控制权，仅此一条，其实就从根上动摇了任天堂一贯的保守路线。他们认为，两家在这个合作框架下，任天堂势必会被削弱，或失去对游戏发行的掌控力。再加上巨大的收益分成，索尼实际上将成为未来的最大获益方。另一方面，当时的任天堂高层对于 CD 光盘载体也是心存疑虑。他们担心游戏加载时间过长，以及可能面临的盗版问题。双方合作的隐患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时间很快来到了1991年6月，在芝加哥举办的夏季消费电子展 CES 的舞台上，索尼和任天堂轮番上演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展会首日，索尼高调宣布与任天堂联合开发的 SFC CD 主机计划，并正式将其命名为 PlayStation。 当时，索尼电子出版部门的总裁奥拉夫森介绍，这款跨界合作的新家用游戏主机将于1991年年末在日本上市，并将在1992年年初正式进入美国市场。新主机不仅能运行 CD 游戏，同时还兼容任天堂新一代16位主机的卡带游戏。索尼甚至还激动地表示，已准备好了包含自家哥伦比亚影业旗下的电影角色和音乐资源改编内容在内的第一批光盘游戏，以充分利用 CD 光盘的容量优势和多媒体方面的领先能力为新主机铺路。然而，就在索尼展台展出了原型机，并且满怀信心地进行公开宣传时，任天堂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就在 CES 展会的第二天，任天堂突然召开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他们将改为与飞利浦进行合作，继续推进 SFC 的 CD 方案落地。这个临阵倒戈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游戏业界。纽约时报在商业版头条
以任天堂、飞利浦的合作协议是对索尼的打击为题，进行了相关报道，并用上了任天堂和飞利浦的交易对索尼而言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样的措辞来形容这起突发事件。索尼作为合作伙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任天堂狠狠背刺。任天堂的做法不仅是背叛，更是一种公开羞辱。任天堂方面在事后给出的理由也很牵强，宣称飞利浦在 CD-ROM 技术上更为合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任就是不想自己已经建立的游戏发行机制和市场主导权被削弱。时任社长山内溥出于对索尼可能成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忧虑，选择以这种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两家的合作关系。其实合作生变的风声早在任天堂新闻发布会的前2天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西雅图当地报纸的一则快讯就已经透露了任天堂和飞利浦在私下达成合作的消息。索尼高层也察觉到了，并曾试图通过紧急高层联络和法律手段来向任天堂施压。而展会上索尼高调宣布合作主机计划，估计也是向任天堂施压的一环。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利益面前，任何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任天堂背刺索尼事件发生后，索尼高层倍感愤怒，在意识到两家合作破裂已无法挽回后，时任索尼首席执行官的大贺典雄当即拍板决定，我们绝不退出这个行业，要继续干下去。从准备在游戏界自立门户的战略决策被摆上会议桌的那个时刻起，原本为任天堂主机提供配套的 SFC CD 项目也彻底独立了出来。任天堂万也没有想到，本来一手好牌却被打得稀烂，硬生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任天堂的错误决策是短视的，这个愚蠢做法反而激励了索尼下定决心要正式进军家用游戏主机市场。索尼这位被任天堂抛弃的新娘，随即加紧整合公司内部资源，由久多良木健负责全力推进代号 PS-X 的主机研发计划。他们真正想要打造一台完全属于索尼自己的独立游戏主机。上世纪90年代初，索尼管理层其实对于是否进军游戏产业是有着不同意见的，内部也在推进 PS-X 项目时面临了不小的阻力。很多传统业务部门的高管认为电子游戏领域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生意，担心涉足游戏领域会有损索尼数十年建立的高端电子品牌形象。为了扫清障碍，索尼采取了一项特别措施，那就是将久多良木健领导的游戏主机研发团队从总部迁到了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中，借由音乐部门相对独立的运营机制来孕育 PS-X 项目。这样的安排带来了2大直接好处。其一，索尼音乐部门在人才招募和创意培育方面更具灵活性，能够为全新的游戏业务提供所需的人才支持。其二，索尼音乐掌控着光盘生产供应链，这对于未来大规模制造生产游戏 CD 是至关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索尼音乐部门的丸山茂雄等管理层愿意拥抱电子游戏这种新兴娱乐方式，从组织架构上给予了主机研发团队相当多的支持。而久多良木健也不负众望，带领团队在技术和商业上同时发力。一方面，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实时 3D 图形渲染这个次时代游戏的核心方向上；另一方面，他们深知一台游戏主机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游戏阵容和开发者生态。为此，有计划并且不遗余力拉拢第三方游戏开发商，以此为新主机上市建立强大的游戏软件支持阵营。这种一手抓技术，另一手抓生态的策略，让索尼的新主机快速获得了大量的第三方游戏公司支持。在其宽松、透明、高效的合作政策下，一大批知名游戏公司投入到了索尼阵营下。这一幕与任天堂严格保守的卡带配给制度和审查制度形成了强烈反差。1992年，索尼与南梦宫签下了关键协议，约定为新主机开发独占游戏。山脊赛车、铁拳等强势 IP 被新主机提前锁定。同时，索尼从1993年开始就不断派出商务和技术团队，
全球范围内拜访各大游戏公司，用令人眼前一亮的 3D 技术演示 demo， 展示了索尼未来新主机的强大潜力。在随后1994年年初的东京开发者会议上，索尼更是公布了即将成立的游戏发行团队和全新的合作模式。现场反响热烈，众多日本游戏公司当即表示支持新主机平台。那个时候，索尼互动娱乐公司的前身索尼电脑娱乐也才刚正式挂牌成立。而到了几个月后的1994年年中，与索尼签约的第三方游戏开发商已超过200家，光日本本土游戏公司就超过了160家。这个数字远超同时期的飞利浦 CDI 主机平台和次世代平台 3DO。如果说索尼在拉拢第三方游戏合作公司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在硬件研发上，明智又大胆的决策让这台尚未面世的主机已经具备强大的先天优势。为了确保新主机既能以较低成本量产，又同时能让游戏开发者青睐，9多良木件团队选用了一颗性能强劲的32位 RISC 定制处理器作为主 CPU， 并在芯片中集成了名为几何变换引擎的协处理器，专门用于处理 3D 图形渲染所带来的大量运算。这个设计使得 PS 主机具备了实时绘制复杂 3D 画面的优秀能力，这在当时的游戏产业中绝对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前沿技术。相比之下，任天堂的超任主机仍主要以 2D 画面为主，索尼这一招意在弯道超车，想要通过新主机强大的 3D 实时图形渲染功能来引领潮流。为了让游戏开发便捷顺畅，索尼有意让 PlayStation 的架构尽量简洁实用，易于开发，避免过于繁琐和复杂的多处理器架构，以降低开发难度。而当时另一大竞争机型就是世嘉的土星，由于土星采用双 CPU 等一系列复杂硬件架构设计，给第三方游戏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游戏开发和移植难度。反观之下， PS 相对直观的架构和完善的开发工具赢得了一众游戏开发公司的好感。索尼深知软件为王的道理，不仅在硬件层面简化游戏开发难度，还建立了高效的游戏审批和发行机制。就当时来说，索尼对第三方游戏的认证不超过2周就可以完成，而任天堂和世嘉通常需要数个月之久。CD 光盘容量大，制造成本低廉，索尼充分利用这个优势，积极为 PS 主机构筑健康的生态环境。相比昂贵且需要任天堂官方代工的 ROM 卡带不同，一张 CD 游戏光盘的制造成本不过几美元，而且索尼自身就拥有光盘生产线，这意味着游戏厂商在 PS 平台发行游戏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并且不再受制于类似任天堂严格的配额和版税抽成等方面的压榨。另外，还可以通过索尼自家的音乐业务渠道，帮助游戏发行商自行掌控游戏光盘的生产与分销，大大激发了第三方的积极性。低成本也赋予索尼更加灵活的定价策略，可以用更为亲民的主机售价快速普及硬件，并以软件销量获取长期利润。据1994年连线杂志报道，索尼最初计划将 PS 日版首发售价定在5万日元以内，约合当时的485美元左右。这对于90年代中期的次世代游戏主机来说非常具有竞争力。相比 3DO 主机1994年在日本发售时54800的售价来说，已经便宜了不少。经过短短2-3年紧锣密鼓的筹备，索尼 PlayStation 终于在1994年12月3日于日本首发上市。首发当天，索尼在日本市场投放了10万台，但很快就被销售一空。在紧接着到来的圣诞节前，又追加出货20万台，同样快速售罄。市场上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借助山崎赛车这个拥有震撼 3D 表现的护航大作， PS 在玩家群体间引发了极大反响和讨论热度。即便有着如此优秀的市场表现，索尼高层依然保持谨慎态度。他们甚至还要求在市场上进行主机宣传时，避免过于突出索尼这个品牌。
以防止主机万一失败而对公司声誉造成广泛且负面的影响。对于这点也能理解，毕竟真正的市场考核还得在海外，索尼需要尽快将 PS 推向欧美，对任天堂和世嘉两大巨头的既有势力发起正面挑战。时间很快来到了1995年5月11日，美国首届E3大展开幕，世嘉为了抢占先机，突然宣布新主机土星即日开始在北美销售，定价$399。世嘉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令整个业界哗然，同时也把压力抛给了尚未在北美公布新主机价格的索尼。第二天，索尼美国高管史蒂夫·雷斯在E3发布会上径直走上台，简短宣布了一个数字299。这个定价比世嘉土星足足便宜了$100，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无比激进的定价策略。索尼前脚刚踏入游戏圈，就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但他们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在1995年E3大展之前，索尼就已经在欧美市场为新主机的推广进行了一系列主题营销活动。在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圈中， PS 游戏主机迅速树立起了酷炫的形象。1995年9月， PS 分别在北美和欧洲正式发售。截止到1995年圣诞季结束时，累计已经在美国卖出了将近100万台，约为同期世嘉土星销量的2倍。欧洲市场也在发售后的数周内卖出了超过60万台。至此，索尼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站稳了脚跟。更令人瞩目的是 ，PlayStation 创下了辉煌的累计销量纪录。截止到2004年，初代 PS 在全球出货量突破1亿台，成为了史上首款出货破亿的家用游戏主机。这个里程碑式的数字，甚至超过了任天堂自家2代主机销量的总和。凭借 PS， 索尼成功将昔日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在主机大战中被甩在身后的追赶者。更重要的是，索尼将游戏从2D 的卡通娱乐带入进了更加时尚的主流文化圈中。随着大量面向成熟玩家的第三方游戏作品涌现，游戏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化危机、最终幻想7、GT 赛车等一众现象级作品，引领了整个90年代中到2000年初的游戏潮流。可以说 ，PlayStation 彻底改变了游戏业的竞争格局，游戏版图也从任天堂和世嘉的2强争霸，正式走入了全新的3足鼎立时代。如果没有当年老任的骚操作，就不一定会有现在游戏界中的索尼。那么，当年任天堂选择转投与飞利浦合作，究竟又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呢？颇为遗憾的是，这段合作不仅未能产生任何具有长远价值的技术或产品，反而成了任天堂历史上一段极为尴尬的黑历史。根据当年与飞利浦所达成的合作协议，允许其在自家的飞利浦 CDI 多媒体游戏主机上使用少数任天堂旗下的角色开发游戏。飞利浦还根据此协议，在1993年到1994年的2年间，发行了3款基于塞尔达传说 IP 的 CDI 游戏，以及1款马里奥题材游戏。这些作品由于开发周期短、预算低，任天堂几乎未参与品控管理。再加上飞利浦 CDI 的硬件性能和操作方面存在先天性的不足，最终游戏成品的质量堪称灾难级别。举个小例子，林克恶魔之面就是其中1款 CDI 游戏，而这款游戏动画制作粗糙，操作反人类，剧情演出更是滑稽可笑，甚至还一度成为一众塞尔达粉丝的日常嘲笑对象，可见品质有多低劣。任天堂更是处境尴尬，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飞利浦 CDI 主机上的塞尔达游戏是其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回顾这段游戏界重要的历史时刻，任天堂在 SFC CD 项目上的愚蠢决策影响深远。正如洛杉矶时报当年评论称，这是任天堂罕见的战略性错误之一。任天堂原本希望通过转投飞利浦来修正与索尼合作所可能产生的隐患，重新掌控次时代主机的主导权，岂料此举反而一手造成了一个日后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索尼在被任天堂扫地出门后奋起直追，凭借 PlayStation 在随后的时间间数度引领行业潮流，
将昔日的王者拉下神坛。从市场份额到玩家群体，索尼均取得了任天堂难以触及的高度。在第5世代以及后续第6世代的主机争霸中，索尼 PS 和 PS2 的全球销量远超同期任天堂主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商业竞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决策艺术。任天堂在合作竞争中固守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处理方式上的强硬和短视，尤其是公然让索尼难堪的做法，却导致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任天堂在1996年推出的 N64 主机依然沿用容量极为有限的游戏卡带，这也被认为是受 SFC CD 项目合作破裂产生的心理阴影影响而做出的另一个错误决策。由于 N64 技术路线的局限，不少重要的第三方厂商纷纷转头采用 CD 介质的 PS 平台，开发出了大量像《最终幻想七》这样的史诗级大作。整个90年代中后期，任天堂在高品质第三方游戏内容上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缺失。当 N64 游戏主机上市后，却已然发现，索尼的 PS 早已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一大批忠实核心玩家群体，还掌握了相当数量非常重要的第三方核心资源。任天堂的一念之差，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重塑了整个游戏产业的格局。任天堂和索尼在 SFC CD 项目上的恩怨情仇已经讲完了，历史没有一键重来，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一次有趣的假设。倘若1991年任天堂没有公然背刺索尼，而是两家公司继续携手推进 SFC CD 计划，游戏业的格局又会如何呢？或许任天堂 PlayStation 会在9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结合任天堂的游戏 IP 和索尼的多媒体技术，成为一台强大到足以载入史册的梦幻主机，把世嘉等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又或许由于两家巨头理念不同，利益冲突，这样的合作产物也难逃公司之间的拉锯纷争，最终走向另一个结局。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假设层面的脑洞，但它能够激发我们思考产业竞争与合作的微妙关系。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对这种假设性话题感兴趣，不妨留下你的观点。如果当年任天堂和索尼没有分道扬镳，今天的游戏行业又会是怎样的光景？欢迎参与讨论，也别忘了点赞和分享，让更多朋友能够看到这段精彩纷呈的游戏史上大事件。最后，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